看，今天我们要拍一台全球车哈。中国车现在卷到这个程度，下一步很重要的就是出海了。那接下来各个车企都会推出他们的全球车。这台车叫第二代 INV， 听着好像很熟悉，但这个设计语言发现是完全和之前的 INV 不一样的。那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IM 霸王龙，因为它整体的这个外观设计的风格都很像动漫里的霸王龙，可可爱爱的。但也是因为是全球车，所以不管是它的设计还是它的安全冗余，还是一些制定的标准来说，都是接近于全球化的审美和标准来制定的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原来那个记标变了，那从这一台车开始，爱安就变成了英文的 logo 了，所以说外国人对它的感知应该还是挺明晰的。其实它整体这个车并不是非常大，它是一台中型的2775毫米的轴距，4605毫米的车长，但是整体车内的空间是很大的，这个高度呢又是做的相对比较高的，那加上上面做了一个行李架，其实还是蛮有想象空间的。车门的开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做到了一个90度的开启，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实际用车的时候非常方便的，就很方便大家上车下车，特别是说有小孩有老人的时候，因为它会迈向全球，所以没有用上800伏，像欧洲啊泰国啊他们的充电条件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，所以400伏然后3C 这样的一个标准。尾部其实好有识别度，整体的折角很有凌厉感，包括配合这个车灯的层次感。当然它也有一个我觉得真的特别霸王龙的那个橙色的配色，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那个配色，但这个颜色我觉得是很好看的，搭配这个设计。后备箱整体还是比较大的，而且它是做了一个隔板，可以做分层。它其实这儿是做了一个定位的，你这个隔板可以高也可以低，底下还可以有一些储物空间。这儿呢有12伏120瓦的接口。来到内饰呢，我发现这一台车就是奔着家庭用户的这个人群去做设计的，彩电、冰箱、大沙发都有了。我刚刚坐了，我觉得这个沙发还是比较的软的，它不是完全家用沙发那种软，你开久了它还是会有一些支撑性的。在这个价位，它竟然给你用上了零下15度到零上50度的冰箱，它真的可以长期的去冻冰淇淋的这样的一个冰箱。我刚刚吐槽了一个小小的点啊，就是它的中央扶手箱的开启的按钮是放在这一边的，打开方式只有这边。如果说你在开车的时候，就不要想去打开这个中央扶手了，还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的。这个门的扶手做的很有意思，它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打开，手借个力，然后往外推，还挺好使。前面没有 HUD， 方向盘还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，怀档的换挡机构。因为这一台车它有激光雷达了，也有无图的 NDA 了，哪怕是在静态的状态下，我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的3D 建模，有人在动，有一些车停靠。车机我们可以简单的感受一下速度。Hi baby， 打开车窗，空调调到22度，打开座椅按摩。主驾车窗打开了，温度调到22度了，收到。打开主驾座椅按摩。这个车机还有个 AI 的功能，它有个妈妈讲故事的 APP， 把妈妈的这个声纹录入之后，它的所有的故事都是用妈妈的声音，就是你这个车主的媳妇儿的声音去讲述的。他们这一次其实为了说这个座椅有很形象的各种穴位在这儿，它的力道很强，但是你说真的能按到穴位吧，这还是要根据不同人的体型去的。50瓦的无线充电带通风功能一个，他们也没有做隐藏式的出风口，相对有一些设计做的还是比较的传统的，包括它这做了一个小的平面，可以放一些化妆品，因为它配合了一个比较大的化妆镜，这儿有2个小的挂钩，可以放一些饮料啊、奶茶什么的。前排刚已经是我的驾驶座子了，然后后排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就是非常非常的充裕，然后它把这个座椅真的玩的挺花的，它的靠背角度竟然可以调到这样子的角度。它的这个靠背的调节呢是在这儿设置了一个按钮，然后拉起来
我可以有很多档的调节，就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。还有一个小桌板在副驾的靠背上，上面呢有个超大的天幕，它是带电动遮阳帘的，在上面增加一个电动遮阳帘的实体按键，我觉得会更好。冰箱温区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它有一键急速的制冷。OK， 我们就把车开起来，包括这一台车储物空间也很多，这儿都是一些小小的储物空间。走，出发。咱们就说我呢，就是天生反骨。他们其实这个测智驾呢有安排好一条路的，但是我说我不，我就随意发挥。然后我设了一个往主城区去开的一条比较复杂的路况，我们去稍微的体验一下啊。怀档的换挡机构往下拨2下就打开了 NDA 的智能驾驶辅助。先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，哇哦，我们要掉头啦！先看一下它的起步啊 ，OK， 转绿灯起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个掉头行不行？我们实验一下。哇！有来车，它礼让。我以为小鹏 Mona 会是在这个级别里第一个使用城市智驾的，万没有想到，竟然是爱安。左边有外卖车，右边有个加塞的机动车要超车，它的变道无保护的左转右转都还应对的还不错。哇，这有个横穿马路的人，他在自己的车道线内有一点点制动的动作，然后靠右行驶。右转，我们看看啊，因为现在红绿灯是红灯，我们看看它转弯的这个情况。变道这些都还没有问题。总结一下啊，它整体的智驾在城市如果是不是非常拥堵的状态下的话，它基本可以做到零接管，就是转弯、变道、上下匝道，甚至红绿灯掉头，它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它会有时候在整体的这个逻辑上，它的制动和起步会相对比较的突兀一些。这个价位，我觉得它能够做到这个水平是真的值得骄傲的。我每一次试驾在这个价位里的国产车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中国汽车工业真的是会让我们由心的觉得很骄傲。那你们觉得呢？评论区留言好吗？